油问题越来越大，原来说是1300公吨，多了一天变成2600多公吨。1300公吨，我算给大家听，2300万人平均每个人喝掉56公克的油，现在变成112公克，不少啊！哦，而且事实上 baby 啊什么不喝，有些人出国不在，每个人喝了多少？200公克啊！哦，1公斤才1000公克，你喝了多少这个油啊？所以呢，怎么回事？所以因为泰山好礼调和油也发生有问题了，哦，所以呢，福寿泰山有410公吨，福寿529公吨，福茂369公吨都用这个油，所以加起来就是又多了1300公吨，哦，所以加起来变成2600公吨啊。那卫福部长说，中联4到6月的油脂跟它制品，明天中午前预防性下架，原来都不要下架，现在都要下架了啊。那另外呢，很多有名的店、有名的公司、有名的餐厅也都中标了，什么胖老爹炸鸡啦、钱柜 KTV 啦、君悦排骨啦、金华酒店啦，很多餐啊等等哈，还有美式汉堡店呢，这个 Ship and Pony 啊，哦，这个等等等等哈，好乐迪啊，哦都有，哦，雅都丽致饭店呐，哎，这搞得哈真的是几乎是无一幸免啊。教育部说，20个县市有881个学校也用过这个相关的产品。那另外呢，军人，不管是职业军人，不管是军事机关，不管是军事学校，不管是义务役，反正29个单位也都有，陆海空都有哦。我们看一下。癌油风波持续扩大，多家连锁饭店也受到影响。北市卫生局8号晚间公布，富阳食品有限公司的下游，包含华泰大饭店、凯达饭店、凯撒大饭店、台北新版希尔顿酒店、麦面郎牛肉面店，还有台北中山雅乐轩酒店，统统被点名。华泰大饭店也紧急发声明，表示已经有启动内部清查，也配合主管机关滚动清查范围。至于旗下有凯撒、凯达、希尔顿的凯撒饭店集团，则是强调6月30号接受相关资讯后就有全面清查，7月1号停止使用公告涉及的相关批号产品，完成下架，还有退货作业。在7月7号晚间接获彰化县卫生局通知，辖内的泰山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自主检验产品。泰山自主检验泰山好礼调和油，其中一批又发生苯偏比超标，总共制造996箱，已经出货642箱，库存还有354箱，全数在7月3号前已经完成自主下架，目前市面上没有在贩售。不过同批大豆沙拉油除了销往泰山410.84公吨，福寿也有529.19公吨，福茂369.49公吨，食药署也还在持续追踪。至于新北则是扩大清查长照还有社福机构，同时有问题的批号油品跟受影响的加工制品已经下架回收。截至8号，中联油脂案的专区预防性下架产品清单也在新增169项，现在已经累积到401项的产品。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这场食安风暴？人打上问号。安全。我觉得这个问题确实是看起来目前这个越烧越大。我觉得要分两个部分，一个就是说就这个油的部分啊，这个油的部分的话呢，目前的问题应该是在这个中联油脂，它其实基本上占了全台湾相关的从大盘分给这个中盘的话，它占了1/3以上，1/3强，所以相当程度的垄断了这个市场的一部分。所以它只要出了问题之后的，几乎下游的中游、下游就会影响非常的大。那这个部分的话呢，是第一个就它的占比非常高。那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说目前看起来它的中油部分，其实它更早的时候呢，其实可以被通报的。那没有被通报，是因为当南桥这个下游它通报给上游，所谓的泰山、福茂跟这个福寿的时候，是让这个福茂、福寿跟泰山，它共同的去组成了这个中联油脂，就等于是上游及中游，中游及上游。所以当你发现出事的时候，它就没有对外通报，它赶快想到它自己饲料好了。所以事实上呢，在4月份5月13号的时候，当南桥往上通报的时候，甚至退货的时候，到6月份6月10几号，这4家公司就是从中联油脂加这4个投资的，每个人都投资33.33333。这个才第一次开会完后自己去处理之后也没有往上通报所以我讲这个部分的话呢，事实上在我们管理整个的一些用油的部分，事实上对于政府来说它是有责任的，就这样的一个市场垄断的机制，他知不知道？那知道了之后的话，他还用自主查验、自主通报的方式，这样的行得通吗？
哦，就是当你这个自己是一个利益相关者的时候，我怎么会愿意去通报？我怎么会愿意去举发呢？所以今天来说的话呢，这个部分我觉得去罚他1.56亿，我就是应该的。但你去罚这个吹哨者南侨，本来是南侨的这个罚金跟这个3家什么福茂、福寿跟泰山差不了多少，一个200万，一个300万，我觉得这个事实上是没有拉出这个差距来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市场本身的问题。第二个的话，我觉得非常严重是政府的问题。我觉得政府这一次的话，一副就是一直箭头底下啊，罚你钱啦，用什么食安法啦，然后整个的这个下面开始去做一些惩处，开始去公布名单，这都是事后补救。你事后补救说到半天。你自己延迟了多少？我们刚刚讲到了，从5月份知道，然后南侨开始通报，到6月份这4家公司开会，一直到政府知道是6月30号，6月30号之后一直到现在7月9号了。中间的话呢，不断的大家也讨论非常多，就是说其实你该在第一时间中游公布完了以后，应该公布下游的。你既然觉得中游的问题就是中游哈，这个它出了一些问题，可能有致癌，所以你认为有致癌，你既然会觉得说啊，因为其他人是受害者，就不应该公布。我觉得这非常非常荒谬。过去来说，当然有很多的一些食安危机属于黑心的，这一次不算是完全黑心了，这一次是在整个制成的过程当中，因为它本来是买美国的大豆，后来换了巴西的豆，但是巴西的豆跟美国的豆，它是碰到热的状况底下，它的热裂解是不同的反应，他没有注意到。好，那这部分是他应该担起这个责任来，但他并不是故意搞什么地沟油啦，故意搞什么塑化剂啦啊。那但是这个部分不影响到接下来对于民众跟消费者可能的伤害。所以呢，过去当然很多的一些黑心油，你会觉得说下游厂商也是受害者。但是是不是受害者，我觉得应该等到接下来的司法刑事惩处的时候，可能会予以不同的宽待。但是重点在于说，油会伤害消费者，这是一个事实，所以你不可能公布了上游，公布了中游，不公布下游。所以我觉得政府在这件事情脑袋真的有洞有病哦，所以呢，你说到最后还要需要赖清德出来讲话才能够处理事情，那奇怪了，那卓荣泰在干嘛的？那这个石崇良在干嘛的？这江志刚在干嘛的？所以这一连串事实上，我觉得态度都过度的傲慢，而且呢行动都过度的迟缓，而且判断事情真的是有问题啊！到现在为止了，那当然他们就是亡羊补牢，然后呢，昨天石崇良也道歉了，但是。根本就在于这事情结束之后，中央要去检讨，你自主查验、自主通报是有问题，是不是够？还有一个最主要是中央还会不定期的抽验，中央不定期抽验抽什么呢？抽超市，抽小包装的油，人家是大包装的这个大型的油，你根本就无从抽起，所以这么没有办法解决目前这次事件当中反映出来最深层的问题。看得出来，这些官僚系统、这些大官哦，能力不够，魄力不足。哦，真的院长不像院长，部长不像部长，就把事情搞成这样子。好，那朋友，我看法我比较不一样哈，因为其实我后来针对这个所谓的含量的标准去查了一下全世界的标准，我们采取跟欧洲一样的标准，就是每公斤允许只有0.2微克，跟欧洲一样。但其实其他拥有大国，包含美国、日本哈，然后包含那个联合国的这个食安的法典 Codex， 其实都不采这个标准的原因，其实后来我研究一下，我觉得这个给大家一个参考，就是说欧洲为什么敢用这个标准，是因为他们使用的油品，好，譬如说他们用菜籽油、用橄榄油。葵花油其实跟台湾不太一样，那他们食用油的方式在做这个食品的加工的时候也不太一样，所以它在里面它可以要求一个这么高的这个标准，就是我每公斤只有0.2微克，只有2微克。那到台湾的时候，我们大部分就是刚刚蓝轩姐有讲，其实就是大豆油为主嘛，好。那巴西那个部分就是因为它的含水量其实比较多，所以它变成在高温这个焙炒的过程当中，它里面的这个化学反应就会释出这种所谓的致癌物，比例会高一点点，大概就是变成是这一次的这个超出标准的部分是每公斤是8微克，大概有他们想要4倍，4倍听起来很多很多，但其实为什么食药署一开始没有去做那么大规模反应，是因为其实按照他们的理解，说这个其实标准的确对人体不会有那么立即性、急性的伤害，我不会说累积不会有伤害，但急性伤害是不会有的哈。刚刚赵大哥有提到，就是这个1300公吨，大概刚好就是台湾每一天使用油的一天的消费量大概就是1300。好，就1300吨，所以其实你说分配到不管怎么样，它加工的形式，我先讲一下，中联这个油它其实是一个基底油，就是它不是直接卖给消费者，它是卖给其他的加工的食品厂，哈，譬如说泰山啊等等、福寿等，他们再去做成精炼之后或调和之后，再去做成这种贩卖给消费者油品，那才有各式各样下游的产品出现之后，到后面其实你说它还有每公升8微克的标准，其实是没有，其实都是更低，低到一个就坦白说，以我自己的理解。其实它不太会造成直接伤害的情形之下，他们挣扎的点我可以理解。那包含为什么当时这些厂商他不愿意去通报？我相信刚刚提到，在制度上其实你很难要求他达到这么高的标准的时候，这一批油
价值3、4千万，你要那几个人自己就我要把这个3、4千万的这个损失算在我自己身上吗？我觉得那个东西会一些人性的挣扎跟考验哈。所以回到整个台湾自己去采购这些外面的这种原物料的环境，客观的环境，你很难挑选，你不得不可能接受这种国际上的标准的时候，但是你采取的是另外一套标准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政府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的确应该是去考虑到产业上，还有真正这东西到底会不会对人体有伤害的这个情形去做均衡，而不是说设了一个很高标准，大家都说我们是最高标准，然后逼着大家好像事实上达不到，但是用这种欺骗的方式，那到面不要康的时候，造成人心惶惶。我觉得最倒霉真的是这些下游厂商。事实上是说实在，我也不认为他会马上害到谁。可是你看他的营收，他马上被这些新闻媒体渲染之后，你看这么多餐厅，他是马上就会受影响。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在做上位的法令的规范的时候应该要去思考的，而不是说设定一个很高的标准，我们任务就结束了，剩下就是你们厂商自己要去检验或者是说什么。我觉得这个完全是不对的。朋友的讲法，我有一点点，不是一点，很多的保留，因为当现在的执政党在面对这一次的毒油品的事件的时候，大家第一个感觉就是说，跟2014年在面对当时的鼎新油品的态度天差地别。那这种事情，我觉得大家都可以把所有的政党放一边，把立场放一边，就是不要换屁股换了脑袋。鼎新社甚至于呢，里面的负责人都坐了牢。可是鼎新的油品其实跟这一次的毒油品呢，要做类比，它有个很大的不同。鼎新你可以说上游呢，它可能从越南进口的原料出问题，可是所有的机关最后验它终极产品的时候没有问题。它的终极产品没有致癌物，没有重金属。换句说，你也许不喜欢它的原料的进口不符合官方标准，可是它的终极产品没有问题，跟这一次是完全相反的。那这一次的麻烦就是，你如果10多年前你吃鼎新油，你会觉得很怎么样，你要跟着抗议等等。但是我说你吃了之后，其实 no harm。但是这一次。那本田比，如果它不是有很强的毒性，就是说我们很难去跟老百姓讲说你吃多少，你不要担心，因为这种话在面对这件事情我讲不出口，因为本田比它就是在 WHO 世界卫生组织下面的癌症的癌研中心所公布的一级致癌物里面，会列在一级致癌物是列举式的。基本上面是没有闪躲空，他就告诉你这个东西，一级致癌物就是确定致癌。那当摆在确定致癌的时候，你官方的态度的标准都要很严肃、很高。本田比并不是说呢，今天我吃进去我多喝水，然后你吃多少量就没有事，它比较麻烦，就特别在你如果看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些相关的报告里面，针对本田比的这样子一个举例，它特别强调这个东西呢，它在你要去避免的时候呢很麻烦，因为你一旦吃进去了之后，你以为呢透过的喝水啊、时间啊会对它有半衰期。半衰期呢，可能在半天左右，大概8个小时到10个小时，你的半衰期呢，可能就去一半。可是那个半衰期是个幌子，因为它在肝脏代谢的时候所产生出来的衍生物，那才是真正致癌的。它不是它本身的致癌，而是你在代谢它所出现的衍生物才真正致癌。而那个衍生出来的东西跟你的 DNA 结合了之后，你基本上是没有感觉的。所以它不是喝水从肝脏分解、从尿液排除之后就能够解决的。所以我建议就是说，目前的政府部门，你在面对这件事情，你先忘了你10年前呢，在有关于的10多年在鼎新油品上面，你到底讲了什么、做了什么？我只说你应该用10倍严格的标准，比你当初在谈鼎新油10倍严格的标准去看这件事情，因为它吃进去之后就麻烦。那量的东西，我说了，我不敢跟你讲说它含有的0.2、0.多少，所以都比较没有事，因为你不知道。那所以现在的你要去告诉大家说呢，它比你吃的香肠的等等可能更安全，这更是非常蠢的讲法。因为油只要是牵涉到油的，你都不能够轻忽，因为每个人都会中。所以呢，刚刚呢就看到就是你会发现这些知名店家他们多无辜，我相信他们对自己的油品的要求是很高的啦。但是呢，
通通中，管你呢是吃高档餐厅，管你呢是吃连锁餐厅，管你是吃呢很一般性的炸鸡等等，都可能中。而且他等到你因为这件事情，你可能致癌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找到直接证据的，所以苯醛比呢被列为一级致癌物，是很少数在一级致癌物里面，经过呢卫生方面的专家反复研究才确认的，它不是一般毒物。如果说这个标准太严或者标准不合理，那业者这么多，他们财大势大，现在都有人怀疑说官员跟他们有没有什么勾结，很多人都在怀疑这个事情呢。为什么要袒护他们？那你这些业者，你有工会，你不能跟政府单位反映吗？说这个太严不合理等等，欧美都没有这样子，没有这样。我们是2018年跟欧盟标准接轨，就采用这个标准。那到底这个标准有没有问题？这个标准有没有问题是可以讨论的，学界也可以讨论啊，实务界也可以讨论。那既然已经定了这个标准，你就得按照这个标准嘛。那如果这个标准达不到，那你是不是从2018年以来通通达不到呢？只是这次被揭露呢？到底是不是这样？那就更严重了。这样的话就更严重了。荣总的医生告诉我，今天在荣总住院的病人。住床，现在你现在想到大医院台大荣总就分不到病床，为什么都在挤在急诊室里面？住院的病人1/3都是癌症病人住院，为什么那么多？到底怎么回事？休息再回来。好。这个致癌油的风波越演越大哈，到现在没停止的迹象。赖清德说，中联油没有立刻通报，很不应该，依法就办。检方昨天就抓2个人，然后呢抓回去以后呢又放了啊，没有把他这个羁押啊。那中联油的总经理还有一个副科长，2个人被列为被告。那另外呢，台中地检署也反击，因为他说你台中没有作为啊，他说怎么没作为呢？7月3号就已经这个分案侦办了。然后呢，7月4号、7月5号、7月6号，都有动作，等等啊，另外呢，这个民进党委员林淑芬说，这个食药署找学者帮他们去开脱，然后呢，这个污染源他们没有查明，就指向进口黄豆转移焦点，到现在到底怎么回事？是因为进口来的，但是黄豆的问题？含水多的问题，还是整个过程的问题，裂解的中间的过程，还是设备的问题，到现在都搞不清楚。你看一下。问题油持续延烧，食药署最新公布名单，连锁超商的微波产品也中标，包括大家常吃的肉丝黄金蛋炒饭、番茄红酱意大利面，还有为了健身补充蛋白质的鸡胸肉，如今都成了预防性下架产品。不少民众都相当惊讶，而8号最新名单共新增169项，其中知名品牌卜蜂就占了45项，几乎都是超商的微波食品。冷藏冷冻柜放眼望去就能看见名单上的产品。另外，路易莎也有33样，老协珍则是白酱鳕鱼排米汉堡以及海鲜虾排米汉堡。饗宾集团旗下的续集官网就是宣传油炸产品，没想到高雄市卫生局公布的名单，异想店也中标，就连享食天堂也在内。另外，7月3号就公布的王品集团旗下餐饮以及汉来美食等餐厅也都在名单内。对此，各集团都发声明，表示目前已全面下架问题序号油品，就是上网查吧，看有问题的就不会去接触了。高雄市长陈其迈要求，只要确定使用到问题油的加工食品就下架。本局持续展开清查。高雄截至8号，再增加29家下游业者使用问题油产品，皆已下架。另外，台北市公布南桥油脂公司未依规定通报，遭罚300万元。不过，7项油品流入市面，影响台北市的62家店，包括胖老爹、钱柜、全联、君悦排骨等9家品牌。这波问题油预防性下架的清单也增加到了401项。很明显。其实食安不分党派不分蓝绿啦，因为大家都吃得到，大家用得到啊，不是说你只有国民党的吃得到，或民党吃得到，所以这件事情从一开始造成民众的恐慌。我现在认识很多，我昨天在录影的时候，一个主持人讲说，因为妈妈嘛，他说他现在不敢让他小孩在外面吃，全部都在自家煮。那我觉得我跟我太太两个，我们两个都外食煮啊，那我们怎么办？刚刚讲的那包泡面啊、饭团啊、炸鸡啊，这就是我们平时在吃啦，所以食安没有蓝绿啦。用一套标准就好了。2014民党怎么检验国民党的？你看喽，陈其迈讲说用陈其迈的标准，
当时2014他说替人民健康为不顾，这是台湾之耻，然后用苏贞昌的标准，无能是主政者最大的耻辱啊。那蔡英文讲说，行政院长要负起政治责任嘛，一样啊。你造成民众恐慌，然后包括这些庶民美食啊，老讲同门美食嘛，台湾就是以美食闻名呢。那现在美食国度大概崩解了一大半呢，谁该负责任？执政者没有责任吗？所以刚刚在讨论，湘龙哥在讲的那个 BAP 扁平比，我们用英文叫 BAP 嘛，一级致癌物哦，这是全世界认定哦，总共有120项嘛，它那120项还有哪些呢？戴凹锌、甲醌、石棉。这些都是会有致癌物的危险呢，你不管残留量多少，谁愿意吃啊？跟戴凹锌一样哎，所以这莫名其妙嘛。一开始民进党就说盖牌，然后就是不愿意下架，不愿意公布到第2层，你知道吗？苏丹红去年的苏丹红，它是3级致癌物而已哦，全面下架，不论1层、2层、3层，不论到几层，通通下架。那你为什么1级致癌物一开始就有下架到1层而已？然后民众群起哗然，媒体批判，然后蒋万安、卢秀燕出来批判之后，你才下架，这决策乱嘛？那第二个源头现在到底在哪里嘛？所以你要找出来啊！你说巴西的黄豆，然后1300公吨，后来变成说第2批号总共2600公吨，2600公吨，那源头是干燥的问题还是出在哪里？你没有给国人交代嘛？所以现在民进党连给大家吃的安心都没有啊！所以用一样的民进党当初检验执政党的标准。一样回力标回去之后该怎么去处理嘛？那最后我觉得最奇怪的是这样子了。2014哦，民进党是检验执政党，检验马英九，检验那个包括江宜桦。那现在很多民进党的侧翼啊，开始检验的是蒋万安、卢秀燕，这不是莫名其妙吗？包括沈伯洋在检讨蒋万安，这不是莫名其妙吗？还有一些报纸这样子啦，有些报纸我看这几天头版头全部在写石板民户，对，终于到今天开始报道这个毒油事件了，哇！你把石板民户当着比那个毒油事件还重要，这真的莫名其妙到极点了。我现在原来1300公吨的问题油啊，现在变成2600公吨。那如果你把它变成游泳池啊，学校游泳池标准的啊25公尺的游泳池，要可以装满几个游泳池？5个。2600吨5个游泳池，所以你可以看到，所以它影响的范围实在太大了。当然，我觉得某一个程度也算公平啊，因为每一个人都会受影响。你现在看，包含5星级饭店，也一样，会中枪。那同样的，你今天在这个超市里面，就是国民美食，吃饭团的啦，吃炒饭的啊，吃鸡胸肉的，也通通都影响。然后还有呢，学校也很多。现在教育部终于啊，好，这个我就不讲。教育部终于去公布20个县市881个学校，你知道这原来刚开始公布的只有双北跟台中，故意的。其他县市不做其他县市不做，因为他说中央没有让我做，然后教育部长去辅选，好，学校还有长照机构还有军队，好，所以其实无人能幸免。那这个因为食的安全，我们不是都讲吗？食安零容忍。那其实这次为什么引起这么大的诟病，还有引起大家这么大的愤怒？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政府整个的处理荒腔走板。它荒腔走板在哪里？盖牌，它第一时间盖牌啊！他第一时间不是跟大家讲说，可以不用公布流向。大家说为什么不公布流向？你过去通通都公布流向，为什么这次不要公布流向？你到底要在保护谁的？他说不行啊，他说这些厂商也是受害者啊。大家想说，厂商是受害者，难道消费者不是受害者？好，逼着他最后又就政策改变，把加湾说公布，然后呢，到底要不要下架？第一时间搞出一个说，你如果呢是20%以上的要下架，20%以下的不下架。好，这个都是由地方政府执行。后来包含卢秀燕跟蒋万安说，我没有办法执行，我怎么去把它验出来说，你这个一个杯子里面到底你是20%呢，还是19%？20%你要下架。19%你不用下架，这怎么执行？而且还说这种情况要业者自己认定，自主下架，对啊，自己下架，就自主下架，就是一团糟。后来呢，又把加湾了，因为知道没有办法执行，就说好全部下架。那不是昨天突然又通报另外一批，就另外一个批号的这个泰山出现问题吗？所以搞了半天还有1300公吨，那不是说今天全部预防性下架？
你可以看到吗？整个政策变来变去，反反复复，搞到大家无所适从，而且呢，变成什么呢？变成很多在第一线要不要退货，就出现了乱七八糟啊。就是你本来说不要下架的，我买了，现在你要下架了，我又退货，哎呦，真的把大家搞到真的是哦，真的是哦，鸡犬不宁。好，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像这件事情，政府单位本来就有责任。石崇良昨天我是咨询，从早上到下午，他后来说他为了他的政策反复而道歉，可是就这样子而已吗？因为这是第一个，你有行政的责任。还有你有政治的责任。刚才明显讲了很多。2014民进党的标准，当时民进党标准第一个要求3天之内公布流向，民进党政府现在有做到吗？没有做到啊。还有第二个，他要求总统道歉，行政院长下台哦。那时候只能大家一排列出来的民进党的立委要求的是总统道歉，然后行政院长下台。现在有吗？石崇良昨天是被逼出来说被证他政策反复而道歉，可是到目前为止没有啊。然后现在民进党的这些青鸟侧翼呢继续出征，我只要在网络上我只要在我的脸书上提到有关于这些食安这次这个问题油的问题，马上一堆青鸟全部来出征是什么呢？去问卢秀燕，台中市政府，去问蒋万安。去问台北市政府，就一堆来做出征。那可是问题是在10年前，你们不是也这样讲？那时候是赖清德说的哦。赖清德说什么？他说这个问题油的事件呢，这是中央的责任，不要推给地方。按照你们的做法，你们现在做到了吗？我现在比较担心的就原来是1300吨，扯了半天，昨天变2600吨，2600吨，会不会过两天变成3900吨呢？再过两天变5200吨呢？不知道啊，你现在真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你不要以为我乱讲，都有可能。休息一下再回来。好，赖清德点名中联所以呢，总经理、副科长列为被告。那昨天呢，这个石崇良卫副部长终于道歉，我不知道道歉有那么困难吗？你认为这个事情从头到尾都是对的吗？那在野党就说是卓荣泰盖牌因为主要呢，昨天石崇良说在7月3号，他们有说就是说在这个第一层是不是要这个宣布等等之类的，说卓荣泰说再考虑，这个再考虑什么意思？说这个可能影响很大知识体大你们这想真的要公布吗？那如果第一层的，那第二层呢？那第三层呢？那难怪就一直拖。所以呢，石崇良为什么一直不道歉呢？他可能觉得说，我本来认为要公布的，是老板叫我不公布的，那怎么是我的责任呢？好吧，所以呢，国民党就说，那你卓荣泰要负政治责任哦。卓荣泰说没有盖牌我们没有要盖牌林佩强说你只会骗把当天的会议内容公开把决策的过程公开。让大家决定，民众党也这样要求，让大家看看到底怎么回事所以呢，而且食安会议当天已经发生这个毒油事件，还在浮选所以那天卓荣泰早在7月初就知情了，采取挤牙膏式的方式然后呢，所以应该负责，应该下台而且3日卓荣泰知道这个毒油这个事情召开了食安会议，但当天上午还带着副院长郑丽君、环境部长彭启明到宜兰，跟民进党县长参选人林国章同台。你已经发生这样的事情，还不紧急处理你觉得这样盖牌就能够把它混过去吗？好，那么石崇良说，因为呢政策改来改去变成民众的困扰，所以道歉那另外呢，这个蒋万安说中央也应该为毒油道歉。王世坚说道歉太简单了。如果道歉就能解决问题，大家都道歉好了下台也太简单了，那么容易就下台而且到底谁该下台还说不定呢好，那么另外呢，我看国民党议员钟佩君、张思刚、刘彩薇去告发石崇良，告发江志刚渎职为什么让这个毒油这事件隐藏了48天那另外呢，媒体是说石崇良为什么要把卓荣泰拉下水呢？又为什么说院长说再考虑呢？
那因为这个实际上是赖清德的一届同学啊，说是不是把老板拉下来就保护了自己呢？哦，不是怪我呢，到底怎么回事呢？而且呢，苏巧慧也说呢，独由中央地方各有各的责任。李四川竞选办公室说啊，你爸爸苏贞昌当年不是这样说的哦，怎么现在变成这样说呢？我们看一下。把沙拉油全部倒入桶内，销毁的是4月初中联制造出货给泰山的大豆沙拉油，库存总计10吨，全都得销毁，转做升值柴油。毒油风暴烧遍全台，台北市长蒋万安怒轰中央欠人民道歉。政府在第一时间对于下游业者是否公布选择盖牌，后来也是在各界的批评跟质疑之下，才大转弯说全面的下架。我认为中央政府欠所有的民众一个道歉。我们在整个处理的过程，从来没有所谓盖牌这2个字。那食药署跟卫福部，他们要依法行政，他们对于什么叫做有问题要下架，他们要取得一个这个科学的根据。周荣泰博士，中央绝对没有盖牌，但地方政府不满以外，国民党立委也发难，在卫环委员会围剿卫福部长石从良，就是要逼他下台道歉。我不认为现在是谁要下台的时候，那到时候谁该下台，还说不定。有没有？我觉得讲毒性之前还是要讲一下剂量啊。不过我蛮认同刚刚我们在休息的时候赵大哥讲，就是说现在太多的这个致癌物如果去累积的话，造成的风险会是存在的。所以如果说这么多的品项哈，我就一开始我觉得上礼拜我们就有谈到这件事情，我其实蛮支持公布这件事情。所以苏亚署长他到现在才去做这种政策调整的时候，我觉得时机已经晚了。我们自己在内部讨论的时候都说，在科学上或许可以解释的事情，但是在政治上你要怎么去跟人民沟通，这是关键。现在其实都已经做到这一步的时候，我觉得。问题的检讨可能不是说啊谁下台就结束而已，而是不是要我们去回头看整个制度上，刚刚我们在讲的，如果这个制度完全不符合现在的实务上的需要的话，我刚刚提到就是说啊，包含说什么洪委员讲那个什么80%、20%的问题，整个1300吨里面的这个所谓的 BAP 的含量，如果在每公斤8微克的话，事实上1300吨你最后这个苯棉比就是只有10公克左右而已哈。事实上，它对人体的这个伤害到底到什么程度？到现在，我说实在，大家都有很多的说法，可是为什么我们就没有看到？以前我们都会看到说啊，什么毒化物的这些专家啦、医生啦、教授啦、博士出来讲，但到现在都没有看到的时候，我说，即便我们在其他的文献上去做出这样的解释的时候，事实上我也不是专家到说我可以是权威性的来解释这些事情。现在大家想看到的，因为如果说大家对政府失去信心的话，你是不是有其他第三方的人，像？我们自己的这个林淑芬委员他讲的学者，他也觉得说啊，你这是在出来背书。我觉得不是单纯背书，而是不是真正有公信力的人可以出来解释，到底这样的做法是不是适宜？那再就是说对人民的解释的清楚的程度，到现在如果反反复复的话，我觉得大家失去信心之后，你即便后面改善了这个制度之后，大家还会有信心吗？对这制度看法还会保持这样的一个稳定的这种稳定的态度吗？我觉得现在这个风暴引起之后哈。真的是很难收拾的原因，就是大家这个记忆的伤痕实在太多了，好，所以一而再再而三，我觉得在这个时间点发生这件事情，我是认为我们自己要思考一下，就不分蓝绿啦，全部大家都要来一起努力了。对，我觉得我们每次都会讲不分蓝绿哦，但我觉得这个事情讨论应该这样：第一个就是在事情发生的时候，当下你怎么样处理这个危机；第二个是事后怎么样检讨。我觉得民进党政府经常会做一件事情，就是说，我觉得大家会讨论一件事情，是根本来说，你是不是双重标准？你在野的时候，你怎么样去讲到所谓的食安零容忍？那你自己在朝的时候，你又怎么讲说？哎呀，这标准定太高了啊，这个不会吃得了那么多的，吃不了那么多就不会致癌的。这些事情，事实上，那当初你在野的时候，你怎么样去质疑的？所以我觉得每一个风暴，尤其是食安的风暴，当下，事实上最重要的事情是政府必须要非常的明快的做出一些。声明也好，公布也好，让大家知道说是你的来源来自于什么样的原因，然后可能会去什么地方。那至于接下来的话呢，很多事情可能是制度上面，或许我也觉得是不是标准定太高啦，是不是呢什么样的一个因素？那之后再来回过头来去做一些根本的检讨。在当下的话，你去听到像王世坚说的话，我也没有办法接受。下台可以解决问题吗？道歉可以解决问题吗？道歉跟下台是代表你的负责任的态度。那以前凭什么叫别人都要下台？你凭什么叫别人都要道歉？那过去光一个食安事件下来的行政院长、下来的卫福部长、下来的这个食药署的署长，那是为什么？
如果说都不会解决问题的话，那当初干嘛叫人家来下台？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将心比心，根本上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政治上面的负责任的态度。所以这是第一个政治。再来一个就是这个方面是一个政治上的负责任，但是民进党不从这个政治责任上面去讨论，而反而很多政治口水。你发现那很多考量，其实刚才洪威特别提到，我也是一开始注意到说，你为什么在公布有关于学校部分可能会用到这个营养午餐里面有这个食用油的部分，只有台北市、新北市跟台中市？为什么？那现在才突然之间公布其他县市，所以我觉得所有的事情会发现，民进党在做很多事情，他永远的都在思考政治，包括你说像这段时间，在讲到台风的时候，昨天左荣泰讲他去看了这个什么气象署。还特别提到说，这个内湖要特别注意。我想说，这个台风又不是只有到台北，又不是只有到内湖，你干嘛特别去讲到内湖？我住在内湖。对，他说我住在内湖，我是受灾户。所以你连讲个台风好歹这次台风来，它的暴风半径是380公里，几乎半个台湾都在里面了。你要叫大家特别提醒，要清水沟的，要清淤的，要注意防台的，那是这个。半个台湾都要注意，特别讲内湖，你就不跟这个那个赖清德在讲内湖去刁这个蒋万安一样吗？好，回过头去看，你当初在讲到什么鼎新当初讲那么多，很多人觉得讲说他是一个红顶商人嘛，在大陆经商那么久，所以你认为他赚了那么多钱，然后他是一个很活跃于两岸的一个商人。讲去年苏丹红为什么连3级的所谓的致癌都没有到这次1级，他会要弄这么大动作？因为大陆来的啊。当初就因为大陆来的辣椒粉含有苏丹红，哇，这个一片哗然，就觉得大陆来的这不得了，大陆来的很糟糕，就要很大招阔斧的下架。我说这些事情，我们都说食安不分蓝绿，谁都会吃下肚。但在思考问题的时候，我觉得民进党最可恶的地方在于说，他什么时间点都在想着政治，什么时间点都在想着选举。苏丹红名字取错了，叫苏丹绿也许好一点我们都不要说什么跳脱政党，因为接下去它就是政治问题。那我觉得现在的民进党政府赖清德总统或者卓荣泰先生先不急，静下心来，认真的想想看，2014年发生什么？2014年是不是你赖清德当选台南市长的那一年？2014年呢，是不是呢柯文哲呢爆红的那一年？2014年鼎新事件就是2014年，你认为当时的鼎新事件，民进党以及2013年崛起的太阳花开始风起云涌的发动灭顶运动，那个灭顶运动导致了当年底的9合1，当年也是9合1地方选举，9合1地方选举，国民党全面崩盘，那。赖清德呢当上了台南市长，赖清德不就是在那个油品运动当中呢开始他的真正的政治生命嘛？所以我很意外，就是说民进党在面对这次油品的时候，用这么的苟且、这么的无感的方式，到了第6天了，我都很讶异，就是说，因为我基本上对这种新闻的反应呢都会比较迟钝，到第6天我忍不住呢在节目上面开始骂了，我说你赖清德怎么会这么的双标呢？然后呢2个小时之后呢，赖清德在总统府呢讲话了，就开始讲那些的废话，那些的废话真的没有用。那卓荣泰呢也不需要急着下台，因为当年底，即使今天我说鼎新的油品没有毒害任何一个人，你可以说呢它的油的原料不符合规定 ，OK。但是它的油品之后检测全部都 OK， 没有任何的重金属，没有任何的这些呢致癌物。但是当年底9合1选举大败了之后，江宜桦下台了。2014年的那次的灭顶运动之后，剩下2年任期的马英九已经无所作为，整个的蓝营的政治气势已经全崩溃，因为地方呢蓝营从15席变6席，那你如果再继续拖下去，我不知道会不会重演。台湾的老百姓我不知道，选民我不知道，但是这件事情一定有高度的政治效应。民进党现在先不要讲风凉话，先不要像王世坚讲的，王世坚平常话可以听一听，但这个时候因为选举快要到了，急着呢想要把民进党现在的这些的压力呢尽快的呢都撇清，希望明天呢台风来大一点，可以呢转移呢注意力。这个呢大概政治人物的脑袋里面的盘算都能理解，但是我说你小心这个油品的事件，你对照呢鼎新油品的事件，你想想看，鼎新油品，如果你忘了我提醒，鼎新油品事件发生之后，国民党就崩了。
崩了之后到现在为止12年的时间，国民党还没有回来，那民进党在这一次怎么处理，就看你了。王世坚讲那个下台能解决问题吗？支持能解决问题吗？那也是屁话了。哦，政务官跟事务官不同就在这里嘛。你们搞清楚什么叫政务官，什么叫事务官。所以我才讲说，今天政务官不像政务官，就是这个道理。你政务官有个政务官的风范吗？你政务官有个政务官的样子吗？你政务官有个政务官的态度吗？续再回来。好，这个巴威台风半径呢7级风380公里，说破了31年的记录，哇，听起来看起来蛮可怕的哈。而且呢，说中南部难逃，因为以前靠了中央山脉挡住了，说中央山脉没有办法完全挡住，那当然局部还是可以挡住了哈。那所以呢，北部还有宜兰，哦，被台风的核心会碾过去，北部宜兰跟北部地区哦这边哦。那会有强风、豪雨、巨浪，哦，因为台风嘛，啊，你看这个台风，哇，这个很大啊，而且很胖啊。那另外呢，吴德荣气象专家说，明天开始威胁全台湾，特别是周六疯狂雨骤，彭佳屿、东北角、北海岸台风眼强会毁灭性的带来毁灭性的强风啊，因为说已经慢了，说慢了3到6个小时哦，所以呢。会这个礼拜五晚上开始威胁，那会不会放台风假？不敢讲哦。所以有6个县市啊，包括宜兰、花莲、台东、台北、新北、桃园6个县市可能会符合停班停课的标准啊。左荣泰说，准备了1892台大型抽水机，有2万个国军待命啊。另外呢，赖清德说，党公职救灾第一，竞选活动。适当延期啊，不要这时候搞竞选活动了啊。侯友宜说，北北基桃决策的时间今天晚上8点会宣布啊。那另外呢，这个蒋万安今天讲话比较重，他说不要给我现在就把它做好哦，然后呢，这个基层不要给我紧急调度。那人家他说耍官威，什么别给我。蒋万安不认为是他耍官威，他说是这个决策者做必要的要求。另外呢，这个内湖淹水有阴影，所以呢，蒋万安说不要给我到时候紧急调度什么抽水机啊、沙袋啊，现在就应该去做了。好，到底怎样？我们看一下。长台八威清台前，台北市长蒋万安一早前往视察文山区的边坡防台，就怕有土石流淹水状况发生。还是会往里面漫，因为这样子其他时间就会把土石流沟给。会的，所以我们这段时间都是去把它清理起来呀，然后上面的截流那些设施。只是这回八威台风周五晚间起，宜兰、花莲、台东、新北、台北、桃园都会陆续被笼罩。专家点出6个县市可能达到停班课标准。随着基北、北桃4市脱钩，台风虽晚间才逐渐影响台湾，但周五白天究竟有没有可能放假？我在应变中心已经16年了，我们有一个非常标准而且完整的决策的一个机制。我们也透过北北基桃，大家做好充分的讨论跟沟通。尽量跟基北的水务局、环保局各个局都已经动起来了，像沙包、检查抽水马达、清测都已经在进行。面对强台来袭，政院也出动1892台大型抽水机，996台已经在防汛热点待命，也针对通讯设备撤离部落做好准备。内政部已经完成了920部手持卫星电话配置与各级应变中心的紧急通讯测试，也盘点全国整备救灾人力6662人，173处疫城孤岛地区也完成了物资、通讯以及避难收容等准备。国军已经规划28922名兵力待命，进行各项的准备工作。全台防台要努力做到滴水不漏。明显，到底明天会不会放假？现在礼拜五整个风和日丽，可是会不会放假？到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晚上8点，北北基桃会共同宣布决定了哈。那所以到底影响到底多大？这样就说。目前当然媒体报道说，这是20-30年来结构最完整的一个台风哦，到底有多大？就说媒体报道，我觉得会制造民众准备的会更严肃，会更充足啦。这我觉得说料敌从宽，民众准备越充足，防台准备充足越好。比如说，
好了，你对总统套来讲，你是受灾户。我住内湖啊，我住内湖那么久了，昨天淹水的地方就在我家旁边呢。所以这次包括市政府、包括区公所准备的沙包，包括蒋万安去看了，包括去视察，还有包括抽水机具。我看我们那个叶秀委员，他也自行调来10台的全新的抽水机啊。所以对我们来讲说，上次出了淹水，我也去跟万安去现场看那个勘察的时候，老蒋。也不用去跟他讲说施雨量太多了，因为确实上次的下雨在全6大的施雨量最多都在内湖。可是你对民众来讲，他不会管你施雨量太多怎么样，他心中就有怨气啊。他淹到了，譬如说有一家照相馆，整个地下室因为水灌进去嘛，器材报废了，你对他来讲心里没有怨，都难免都会了，所以这是料敌从宽了。最后我要提醒，包括赖清德总统7月2号去指南宫，然后还点名说什么蒋万安救灾太慢，然后沈伯洋动作很快，然后到左荣泰，然后再点名修理蒋万安，拜托。台风才是大家共同的敌人，不要把对手，不要把蒋万安、卢秀燕当成你们的敌人。我觉得行政院总统府这种做法，都是心中只有选举，只有政治。没有。防台的这个工作还是要谨慎啊，因为我们来的时候，其实我看到沿路上哈，就是陆陆续续大家防台准备，其实包含连我们自己选举的帆布都开始卸下来哈。其实这个上一次有这个类型的台风，应该是要苏迪勒，当时在我们大汉桥的这个堤防。其实差一点就淹过去，大概只剩下1公尺左右就淹过去。所以，假如真的发生的话，其实是的确会是，我觉得这个真的跟政治没有什么关系啊，大家还是谨慎面对了哈。就是像这个礼拜，我看到蒋万安市长其实把很多的心力集中在做这件事情上。那我们自己侯市长是这样做的时候，我觉得可以暂时先把选举的事情放一边，连我们自己看板都要卸下来了。到时候你要再去说啊谁的责任，我觉得那个造成的伤害都会来不及啊。洪伟。我觉得因为这次看起来这个台风好像真的非常非常大哦。那不管最后是怎么样，所谓防台就是多1分准备，少1分灾害哈。那我觉得除了这个政府动起来，当然我也呼吁，就是自己家家户户可能要准备的也准备一些。那当然就说刚才我们讲一场食安危机会影响一场选举。同样的一场的风灾或一场的雨灾也会影响一场选举，所以我觉得现在各政党、各县市政府通通都动起来了，我觉得某一个程度也是好的。刚才讲说一些民代因为有很多看板嘛哈，那我觉得真的不要心存侥幸，好那个看板。那个就对，要收起来。像我们自己有时候也怕担心，还好我们这次没有大型的，不是选举，因为有的那种看板真的非常非常大。那另外就是说我觉得真的少一些政治的口水啊，大家多一些心力去投入这个防台救灾是比较重要的。台风浪很大了，那因为这个台风的路径它不登陆，然后会从东北部呢这边呢切过去，所以路径大概在前天大概就符合预测了。那从它的路径来看呢，中北部以它的因为它是反气流，所以对东北部的这些台北啦、新北啦、桃园啦、苗栗这一带，大概呢都会去呢影